本座闭关千年，竟不知这房间竟有如此有趣的故事。好听，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要不然我就。我的手啊！这老三婆有点古怪，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了再说。仙姑啊，饶命啊！我的钱，我的债，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放我一马！拿钱滚！若再让我在方圆30里内见到你，谢谢仙姑，谢谢仙姑，我这就走，我这就走。走。哇，阿姨，你刚刚那招也太帅了，能教教我们吗？想学啊？我这太阴玄经只传至今后人，你给我养老送终，可否愿意？愿意，100个愿意。等我们学会了，就再也不怕被人欺负了。只是我们平时只能靠这个小店经营，生活条件可能……我们怕亏待您了。苏家如今传到第几代？传闻就是这位前辈在唐朝开创了纯真堂，将九州之争远销海外。听说这位先祖深得吾皇信任，有陆地神仙之能。晚辈苏晓乃苏家第31代传人，拜见先祖。你们祖辈在唐朝就追随我做事，想当年是何等的风光，没想到这千年之后竟以示威致死。也罢，既然你们是故人之后，往后便随我承这个家生。是晚辈等无能，致使家道中落，但求前辈指点，定当竭尽全力。晚辈亦当尽心竭力。不必多礼。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换我真一便好。是天爷。给你看，喏，打开相机就可以拍照了，还可以美颜呢。真姨，这是近3年的账目，请您过目。怎么会亏损的如此厉害？我们这个铺面虽小，但是却在 CBD 核心区，这每个月的房租就得2万呢，还有水电费。商周的金陵诀，北宋的连文君瑶嫔，唐三彩哪有？你们还真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还有刚刚有个不懂规矩的人，手上拿着这个，在听什么龙纹吃虎玉佩，点击小黄车下单，那是什么呀？直播鉴宝现在可火了，不如我们祖训明令，非当面交易不可为。唉，也不知道是哪一辈的后人如此刻板，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明日午后我们就弄那个什么播，还有把这个青铜诀上架，记得把你的美颜关了，别辱没了真品的成色。宝宝们，洛城千年老字号古董店纯真堂今天首次开播啦！小黄车里面的都是我们的真品，假一赔10，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什么野鸡店也敢称千年老字号？东西怎么这么贵？我就在洛城，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三彩国人有100万，连文君瑶嫔1000万，我没看错吧？这不妥妥宰人！这价格够买我命了。这种店1年不开张，开张是1年，建议主播先去潘家园进修下演技。客官，我们店的每一件藏品都是有国检证书的，千年老字号，童叟无欺，假一赔10。假一赔10，不会是赔10个义务批发货吧？不会，我们会按照标价的10倍赔偿的。哎，家人们，我们的每一件藏品都有权威鉴定证书的。那
这架连纹钧窑瓶经中科院热释光检测，确认为北宋真品。还有这个香炉是元朝的，看它的色泽鲜艳有光泽，而且它的雕刻栩栩如生。真姨，这都直播3小时了，一个商品都没有卖出去。再等等，昨夜子时，我夜观星象，紫微东移，天时恒星光大盛，存真堂今日必有一场机缘。家人们，最近这抖手直播平台上的骗法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昨天那个老登儿信誓旦旦的说什么自己卖的是清朝古董帝王绿翡翠手镯，结果给我一鉴别，怎么着？1加 C 酸洗染色的货，一顿臭骂以后就下播了。幸亏有东哥，不然我就下单那对手镯了。我给东哥刷个大火箭，感谢东哥。哎呦，感谢老铁的大火箭啊！不会鉴别的家人都艾特我啊！家人们，最近有没有发现，这直播平台上卖古董的是越来越多？知道为什么吗？这一行暴利，1年不开张，开张吃1年。我们这种鉴宝打假的，就是为了让这些骗子无所遁形。东哥威武，东家军礼物刷起来！这群二货真当我是鉴宝专家，随便找几个演员演一出打假的戏份，直播间人数蹭蹭往上涨。就这礼物数量，今天又能进账1万。东哥，快去看存真堂，新出来个吹千年老字号的钧窑，开口就1000万。哟呵，还钧窑？我脖子上这块才是真正的钧窑。当年洛城陈大师亲手打碎的钧窑瓶碎片，全在我这儿。想要购买的家人们，左下角小黄车。全网没有人比我更懂钧窑。既然有骗子不知死活来坑蒙拐骗，家人们请会会他。哎，你看，有人要跟咱们连线。文东鉴宝，500万粉丝，这可是个大主播啊！真姨啊，我们要接吗？这送上门的机缘，岂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哟，还是俩小姑娘呢。这俩小姑娘毛都没长齐呢，就出来坑蒙拐骗，造假来钱快呗，专坑外行。坐等东哥打假。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学人家出来卖古董。都说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来，把你们家钧窑给我看，最好别是什么贵宾货的。我们存真堂始于唐朝，1000年传承，童叟无欺。这件连云钧窑瓶保存完整，经多位权威专家鉴定，确为北宋真品。这光气，感觉像是真品啊！家人们，我也觉得像真的，咋整？北宋真品，小丫头片子，你知道现存的钧窑一共有多少件吗？看好了，看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钧窑。胎质细腻，开片轻薄，就你们的小破瓶儿也配叫钧窑？笑死人了！你们的釉色一看就是化学颜料，胎质粗糙，开片生硬。怎么，真把我们当傻子玩？东哥收藏钧窑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分不出来真假？东哥专业，这瓶子一眼假。东家军别被他们骗了，这瓶子要是真的，我当场吃掉。这位鉴宝大师，你可知钧窑窑变无双，每一件都夺天工造化。而钧窑最珍贵的特征，便是这高温烧制时自然形成的蚯蚓走泥纹，而你的那件瓷片显然没有。老妖婆，你叫什么名字？少在这给我妖言惑众！我这瓷片可是珍宝阁陈大师亲手给我的，还能有假？鄙人姓苏，名妙真。你说的陈大师，是不是他呀？小刘啊，这一批瓷片做旧的不错，而且包浆我统统都给你做好了。哎，我真服。
还得是您啊！到时候我就说这是您送给我的。隔一段时间卖一个，我看谁会怀疑我？哈哈哈，还得是你呀！实锤了，东哥和陈大师合伙造假，我的妈！没想到他俩竟然是这种。我在他直播间买了几百万的古董，取关了，是不是带着假货打假，真恶心。这些都是 AI 换脸，老妖婆，你完了！哼，以假充真，目无尊长，是该给你点教训。直播间可不是你随便撒野的地方，若再是敢生事，下次碎的可就不只是瓷片了。哇，真姨，你们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直播间人数突破100万，关注度突破10万了。趁热打铁，把那件商珠杨纹金铜爵拿过来。各位客官，这对商州姚纹金铜爵保存完好，相传是周天子赠与江上的御用酒器，历经3000年岁月。这对金铜爵，给我，我要了，加10万，谁都别跟我抢！哎，各位宝宝，咱们直播间的标价均是实价，先到先得哟。哇，真姨，除了这件连纹钧窑瓶，咱们直播间剩下的商品居然全都被秒光了。那件连纹钧窑瓶我要了，谁敢抢，就是与宋家为敌。宋月，卧城3大家族之首，宋家大小姐。您就是宋小姐吧？久仰大名。我今天来呢，是给我姥姥准备寿礼的。她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最喜欢收藏瓷器了。那个连纹钧窑瓶给我姥姥做寿礼，再合适不过了。宋小姐，你手上的手镯从何而来？这是我未婚夫王阳送给我的订婚礼物，有什么问题吗？王阳就是最近上了财经访谈很火的那个金圈阔少，他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前妻意外身亡，岂止是有问题，这是血煞夺运镯，没想到这歹毒的法门居然传了1000年。此镯是由9个枉死之人的血沁玉，它会让佩戴者日渐消弱而亡。更阴毒的是，它会慢慢吸进佩戴者的家族运势。你与王阳订婚多久了？是否经常感到心悸乏力？家族企业接连出事。我与王阳是商业联姻，婚期定在下个月。为了宋家在京城扩张版图，3个月前的订婚宴上，王阳送了我这个镯子，说是王家的传家宝。他说这个镯子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让我随身带着。可是我戴上之后，总是觉得心慌、失眠、多梦，去医院查了好多次，都查不出原因。再加上最近宋家在海外的生意出了问题，我总是出差，以为是劳累过度导致的。哼，好一个王家传家宝！这血煞夺运镯专吸佩戴者的精气和运势。你3个月前与他订婚，如若再佩戴此镯，大婚当日便是你宋家被吸干气运之时。到时候你也会因为气血衰弱而亡，王阳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你的遗产。这怎么可能？可王阳明明说这镯子是王家祖上的龙狮山求来的护身法器。龙狮山，这镯子看似刻的是龙狮山一脉的福寿纹，却是反着刻的。反着刻的福寿纹会将你家的气运运送给王家，而且这镯子里面还掺了南阳阴血砂，每佩戴1日，魂魄便会被蚕食1分。而王家最近的生意却蒸蒸日上，
对吧？天哪，这也太狠毒了！真一，你得帮帮宋小姐。听说这王阳的前妻也是意外身亡，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镯子有关？被他算计了。苏大师，求你帮帮我！如果能让王家付出代价换了这些书，宋家愿意半步江山相见。你先起来吧，我观你面相有福音，周仙紫气环绕，宋家必定也是积德行善之家，我自会助你一臂之力。谢谢前辈，你的大恩大德，宋玉、宋家万事难忘。宋小姐，给。我们存真堂在这提前祝宋老太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你们，姥姥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这个是为了邀请函，你们不用准备礼物，我们宋家真诚的邀请你们大驾，恭候你们的光临。至于货款，我等会儿让秘书打给你们。好啊好啊，我还没有收到过这种等级的宴会，到时一定去。苏大师，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今天真的谢谢你，要不是有你在，我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这条命。今日你我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切莫有负担。宋小姐也太客气了，居然邀请我们去参加宴会，这可是打响我们店知名度的好机会。支付宝到账1亿元，个10、百、千、万，真的是9位数，1个亿！这宋小姐也太大方了。我苏婉居然在毕业第3年就赚到了1个小目标，真的是藏钱有眼。哎，是谁前几天还抱着个账本哀嚎，堂堂985研究生毕业之后只能看店呀？你个小机灵鬼，就你记得清楚。真姨，苏小姐给我们转了1个亿，钱财外露亦如电。宋老太太的寿宴，你们都准备什么礼物？礼物？宋小姐说我们不用准备礼物呀。傻丫头，贞观年间贵妃的寿礼也说不必破费，县里的县令第2天就升了官。这次寿宴是我们存真堂打响名号的好机会，礼物就由我来准备吧。哇，这就是宋家吧？也太豪华了，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档的宴会呢。这算什么？当年武皇的通天宫，光是殿前的一对青铜狮子就烧了10万斤的西域贡金，门楣上挂的夜明珠夜里常如白昼，照得整个长安东市都不用点灯了。哪来的叫花子呀？哈，收破烂的呀！哈哈，怪不得一股穷酸味儿呀！哈哈，我们是受宋小姐之邀，前来参加宋老夫人的寿辰。宋小姐，宋小姐认识你们吗？这么亲切。宋小姐认不认识我们？你问宋小姐不就知道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宋小姐的电话吧？哎，等等，同仁堂就是那个经常刘王东造假的古董店吧？我看过直播，那个节目超厉害的。苏大师就是你吧？正是在下。原来是主播呀！我最讨厌的就是和网红坐在一起，这不是拉低了宴会的档次？现在的主播啊，为了热度，什么地方都来蹭，太没下限了。就是宋家什么地位，怎么可能认识他们？刘文东和陈松海合伙造假，原来你就是陈松海的儿子。你，没错，我就是陈松海的儿子。刘文东造谣那是他的事。我告诉你，我们珍宝阁最近可又在京城开了分号，我爹新上任洛城文物研究保护所副所长，容不得你这个村妇给我智慧。陈大圣好大的威风啊！这3位是我给宋府请来的客人，你有什么意见吗？
啊，苏小姐，误会，我就是看几位衣着朴素，面生得很，这不是怕他们混进来打扰了老太太的寿宴吗？陈大少，在我宋家的地盘，你还当起管家了？没有。我宋家更不信这座大佛。保安，把他给我拖出去！别，放开我自己会走。我可是陈松海的儿子，你们宋家人别太过分，小心遭天谴。天谴！你们珍宝阁去年拿着高仿炉窑糊弄港商，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跳了楼，今年又拿着普通的陶瓷闹出宋代钧窑，怎么不怕遭报应？你怎么知道？老妖婆，你是老妖婆，你老妖婆！不服尊长祸从口出，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让你永远说不了话。拖走。这3位是我宋家的客人，谁敢对他们有意见，就是与我宋家为敌。都听明白了吗？是。你们也走吧。月儿，自3个月前订婚宴一别，真是好久不见了。沉住气，他今日带着道士来，必有所图，你且与他须臾为舌。这位是？听闻宋老夫人喜欢卜卦算命，我特意请来京城最有名的张天师为其贺寿。张天师精通命理玄学，是我王家供奉40年的御用风水师，一般人可请不起。王小姐过奖了。无量天尊，贫道对于风水堪舆、命理卜算、寻龙点穴、观星测运、奇门遁甲，也只是略知一二。不知这几位是？巧了，鄙人对风水命理也稍有涉猎。哦，特别是镇魂改运、血气转煞之术，颇有研究。天师若是感兴趣，届时我可与你论道。张天师是什么身份？出场费不低于100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一起论道的。能跟这里论道，这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怕是你们都还不配呢。就是一个江湖术士，你敢在正义面前装大丫头？哪来的野？哪里来的野丫头？竟敢侮辱张天师！不就是100万吗？我替苏大师出了。小姐，老夫人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老太太已经在客厅等候诸位多时了，各位里面请吧。祝宋老夫人永满寿比人生。好，诸位请坐。宋老太太，我代表李家向您献上这汉代的羊脂玉寿桃，汉宫玉桃献祥瑞，王木蟠桃3000年，不及宋府一日欢。好个仙桃杏瑞，收在我们每人诵经的佛堂里。宋老太太，我代表谢家供上这尊唐代松鹤延年瓶，祝老太太松涛千载承天路，鹤立九乡震乾坤。好，来人，把这尊宝瓶搬到我的卧室里去。宋老夫人，这是我珍宝阁给您送上的宝物。此镜名为东汉海寿葡萄门镜，这葡萄结果3000岁，海寿吞吐800秋。愿借汉宫明月镜，照镜阴邪，护金瓯。在下陈松海，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好好，快请起，把这镜子放到希儿的博古架上。且慢，这镜子有问题。哦，这镜子可有什么讲究？姥姥，这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苏妙真苏大师啊。苏妙真，今日是这宋老夫人的生辰，
我本不想和你计较，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程家作对。先前你污蔑我和那刘文东一起造假，随后你又在宋府门口侮辱我儿，现在你竟然质疑我的受理。如果今天你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我陈某人可不是吃素。你与刘文东合伙造假，证据确凿，你儿子目无尊卑，嚣张跋扈。今日我小惩一番，已是看在宋老太太的寿辰，手下留情。至于此等赝品，由我2个晚辈来看足矣。老太太，晚辈对古玩略知一二，不知可否容我一观这海寿葡萄镜？自然可以。此镜铜锈层次分明，青绿色锈中透着朱砂火，这正是西汉铜镜中的红斑绿锈，包浆自然，光可见人。上月家世德春拍，已见稍逊于此镜的拍品，最终成交价在1200万。而这面镜子镜面完整，纹路清晰，若是上拍的话，恐怕要刷新记录了。宋老太太，我们是纯真堂的鉴定师，可否让我们看一下这面镜子？这面西汉海寿葡萄镜可是难得一见的绝世珍品，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碰的。黄洋，他们是我请来的好友，说话给我放尊重。宋老夫人，我这2位晚辈对古玩颇有研究，可否让他们鉴赏一番？若有闪失，我存真堂愿按市价赔偿。赔偿？就你们那小破店儿，一年能挣几个钱？在这冲什么大？1200万，你们赔得起吗？陈老板倒是替我们存真堂算得一清二楚。婉儿，看清楚了，若有损失，我们存真堂一定负责到底。我倒是觉得让他们看看也无妨，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真是好东西，还怕人看不成？存真堂倒是听说过你们的名声，既然2位小友有兴趣，那便看看吧。这镜子的纹饰，还有这铜锈，苏老夫人，恕我直言，这镜子恐怕有些问题。苏妙真啊，苏妙真，你的人在这儿信口雌黄，污蔑我的古镜。今天你们存真堂如果不给我跪下道歉，谁想走出这个门去？这家真是开眼了呀！1000多万东西被你们摔个粉碎。存真堂的这几位等着赔钱呢。今日是老太太70大寿，你们存真堂先是口出狂言，现在又当众损毁寿礼，这等狂妄之徒绝不能轻饶，否则宋家颜面何存？王公子所言极是，今日老太太寿辰，本该是喜气祥和之日，偏生有人不识抬举，先是妄言评判，现在又失手毁宝。父亲，我的宝镜，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去花了多少心血啊？我不远万里花重金从海外采买回来的。你们，我不是故意的，我本来拿得好好的，不知道怎么它就掉到了地上。对啊，王老明明拿得很稳的，这镜子就像下面被人转了一把似的。姥姥，孙女向你保证，苏婉不是故意摔坏它。宋老夫人，苏婉并非有意为之。而是这假的东西摔碎了，反而干净。陈松海，你且看这镜子的截面有什么问题？谁说在这放屁？我把我的古镜摔碎了，还不想认账是吗？我可是请了3个专家长过眼的，
古镜怎么可能有问题？对，一定是你在这妖言惑众。冥顽不灵，真是愚蠢至极。诸位请看，所谓的西汉海寿葡萄，不过是清代的仿品，被人刻意做旧，伪装成了汉物。不可能啊！清代的铜镜怎么能伪装成汉代的古镜呢？是啊，苏大师，你当在座的各位都是小白吗？轻仿汉，在古玩界闻所未闻。其一，西汉铜镜采用陶范法铸造，纹饰线条浑厚古朴。而这面镜子的海兽纹饰虽形似，却过于精细工艺，显然是清代的工匠刻意模仿，反而失了汉镜的神韵。其二，铜锈造假，汉镜埋藏千年，锈色自然，层次分明，而这面镜子的锈层却浮于表面，显然是人工腐蚀做旧，掺了石英粉，模仿土磬。其三，材质不符，西汉铜镜多用青铜，此镜断面灰白，显然是清代掺了新的合金，质地偏脆，一摔即碎。陈老板，你口口声声说这个是西汉的珍宝，可这面镜子却是清代的仿品，被人动了手脚，专门忽悠你这种外行。陈松海，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的报警，我的报警，我的报警啊！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先前早就听说陈松海和刘文东是合伙造假，我还以为是坊间谣传，今日亲眼所见，倒是见识了这桩丑事。连宋家都敢糊弄，这古玩界怕是要变天了。今日恶客已去，诸位若是无事，不如移步后院用膳。哎，慢着！作为玉儿的未婚夫，小婿的贺礼还未送出呢。还未婚夫呢？哪有未婚夫害人的？哦，若是寻常物件，不如等。听闻老夫人素来喜欢命理玄学，小婿我今日特地请来我王家供奉40余年的张天师。天师，这位可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玄学大家。早就听闻张天师家学渊博，张家世代从事风水命理，老身可是久闻大名了。贫道见过老夫人，今日得见老夫人面相，贵不可言呐，果然是福泽深厚之人呐。张天师，请坐，诸位请坐。老身虚度70春秋，这一生也算是享尽荣华富贵，只是近来看着几位老姐妹相继离世，这心中不免。不知张天师可否为老身看看，这阳寿还剩下几何呀？往后可还有什么大坎要过？老夫人眉间符文绵长，3根风停4余柱，更显印堂明润如映雪。哈，此3者并现，实乃100年难遇，福寿双全之相。只是这命盘上似乎……这罗盘为何转得那么快啊？张大师对老夫人的面相判断的确准确。这个罗盘是龙狮山的法器天机定元盘，每个亲传弟子都会有一块。看来王阳这次带的天师真的有2把刷子。张天师，这命盘有何不同之处啊？姥姥是有福之人，绝对不会有事的。大师，但说无妨。老夫人命中本有90阳寿，但这罗盘上显示，近期府中有阴煞之气缠绕，正在蚕食您的寿元呐。
天师，此言当真？贫道行走江湖40载，从无半句虚言。老夫人，请看，对位所煞，精气充公。这指针所指正西之位，分明是有至阴之物盘踞。西方对位属金，主杀伐之气。府上西侧可有祠堂、库房？对，有。老夫人，近日府上可曾收过什么古物，特别是玉器之类的？1个月前，有几个小辈儿从南海带回来一块墨翠，说是提前为老生贺寿。难不成真是那块墨翠？来人，去把西院祠堂那块墨翠取来。天哪，这墨翠竟然有巴掌小！那么小，注意场合。这种品相极好的墨翠的确少见。当年波斯使臣觐见武皇的时候，送过一个差不多尺寸的墨翠，武皇把玩了3日后，赏给了太平公主。这无事牌的尺寸，恐怕在博物馆找不到第二。宋家这些晚辈可真是有心了。张天师，这墨翠莫非真有什么不妥？容贫道一观。请。老夫人明鉴，这墨翠属水，水性自柔，本可聚财纳福。是这般大小的墨翠，的确是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只是这……张天师，还请有话直说。在座的都是明白人，你这般吞吞吐吐，莫非是在顾忌什么？既然纯真堂的苏大师如此心急，贫道也就不卖关子了。这墨翠为天地灵气之精，只可惜有人将阴煞之气变入其中，表面聚财，实则是偷取老夫人的寿元。宋家这些晚辈竟做出这种事，给宋老的礼物里面打入阴煞之气，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真爷，张天师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想要陷害宋老太太吗？张天师慎言，这几位宋家晚辈都是我们的嫡系子孙，平日里对老太太再孝顺不过，不可能做出伤害老太太的事情。是啊，宋贤、宋香，平日里他们对我最好了。天师，您是不是弄错了？老夫人不信，请看。这真有阴煞之气！天哪，怎么会这样啊？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些晚辈觊觎您的财产，暗中下手，这是各大家族常有的事。不过，幸好今天有张天师在场，不然就……多谢天师，若将此煞气除去，老身必有重谢。幸好此等阴煞之气是最低等的煞气，且在宋服时日较短，今日老太太寿辰，我特意带来了一尊饕餮铜像。饕餮可吞噬万物，降妖除魔，逢凶化吉。只要供奉得当，对付此等阴煞之气，是再合适不过了。把铜像带上来。老太太请笑吧。谢谢张天师。哎呀，太好了！精彩，还真是精彩！本座闭关千年，刚一出关就碰到何等妙事，真是妙极了。苏妙真，又是你！张天师不辞辛劳为宋家驱邪除祟，你身为宋家好友，不感激就算了，竟然还诬赖张天师眼线，你居心何为啊？适才在门口，阁下自称也通晓玄门之术，既为修道之人，怎会看不出这墨翠上的煞气？莫不是见贫道破了这邪祟，起了嫉妒之心？这分明是你暗中施法所为。墨翠本是无瑕之物，内里纯净，并无半点杂质。你不知从何处探得宋家晚辈献翠之事，利用宋老太太的寿辰，在这里演此等拙劣把戏。
我说他刚刚怎么偷偷把左手藏在衣袖之下，原来是你们血口喷人！宋老太太，我张某人不远千里从京城赶来，想不到你们宋家的宾客竟然如此无礼！哼！苏表真，你口口声声说天师作假，证据何在？若没证据，你就是恶意伤人。这张天师是京城有名的风水大师，这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来呀？要证据，那我便给你们看方才陈松海的镜子是如何打碎的，以及张天师是如何暗中施法。怎么会这样？水镜术虽是小道，却将阁下方才的神通记录得明明白白。不知阁下还有何高见？不可能！没想到京城大名鼎鼎的张天师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原来是你是吧？把镜子打碎了，还想再当懈怠于我？好你个张天师，竟敢在我宋家用邪法挑拨族人关系！真意太厉害了，上次就是用这水镜术揭穿了刘文东的造假，这次揭穿了张天师。水镜术不仅能回溯过往，还能照见真相。你我都是修道之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这其中一定有误会。那水镜是幻象。张天师德高望重，怎么可能？道友，我辛辛苦苦修炼几十年，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你我皆为同道中人，何必苦苦相逼呢？哦，苦苦相逼。张天师和王家用血煞夺运镯，期许宋小姐的运势，就该当何罪？什么血煞夺运镯？我告诉你，恶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从初见你时，我就开始疑惑，一个修道之人身上为何会有如此重的血煞之气？无量天尊，贫道对于风水堪舆，命理卜算，寻龙点。宋小姐，麻烦把你的手镯借我一用。就是这个镯子。宋小姐说这是王阳的传家之宝，赠与她当新婚礼物，但是可以延年益寿。宋小姐来我们店里时，镯子里突然钻出一道黑气，试图谋害宋小姐。如果不是真意，宋小姐就完了。听说王阳的前妻也是意外身亡，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镯子有关？信口雌黄！我前妻是爬山的时候突发心脏病死的，这镯子就是个死物，怎么可能害人呢？此镯以9个枉死之人的血沁玉，凝聚煞气，佩戴者会日渐衰弱而亡，还会蚕食佩戴者家族的运势。王阳，你们王家用何等邪术？你还真是带错脚啊！宋小姐，王阳，我已经找人调查清楚了。当时你送钱小姐的结婚礼物就是这个血煞夺运镯，并且她去世那天也是你带她去爬山的。好一个王家，手段竟然如此阴毒！难怪王家这些年青云直上，原来竟是用这种邪术盗取其他世家气运。此镯会令佩戴者心慌气短，日渐萎靡。你明知道钱小姐逐渐衰弱，还故意带她去登山，就是为了让她猝死山野，好吞并她的钱财和家产。而你作为修道中人，修炼阴煞之气，助纣为虐，不知道残害了多少无辜的凡人。上仙明鉴，这不关我的事，都是王家逼我的。你放屁！张天师，明明是你受用血煞夺运珠夺取其他世家气运的法子万无一失，现在怪我家来了。你们王家早就气运衰退，福泽枯竭，子孙凋零，是你爹苦苦求我才答应的。如果不是这个法子，你们王家早就绝后了。那日我只是暂时将这镯子里的煞气封存了起来，冤有头债有主。今日我便让这9条冤魂跟你们做个了断。
既然你不能休怪我不义，我张某人修炼数十载，相约伏魔无数，更有师尊赐予的法宝。虽然你有几分神通，能奈我何？区几道我杀的残灰怨孽，也妄想翻了天不成？张天师果然神通广大，回去之后王家必有重谢，出马费翻2倍，哦不，翻3倍。我看你使用的道术和法宝，分明是龙狮山一脉。身为龙狮山的弟子，堂堂正道中人，当知玄门戒律第3条，以树欺心者，当受五雷诛灭之刑；第5条，残杀无辜者，当受抽魂炼魄之灾。今日我便替你派清理门户。玄阴隐月，太虚借光，九幽听令，破妄显阵，接！不可能！这太极天青符是师尊老人家留给我的护身重宝，师父他老人家法力通玄，早已飞升仙界。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下的孽应该血债血偿。张太师，你想办法呀！我还不想死啊！饕阙显灵，赐我法力，天地万物，万物不嗣。这是上古神兽的残影，虽然实力只有本体的1/10，但也足以可以碾压一个常规修士。上次见到上古残影的时候，也已经是100年之前。现存的神兽残影，在整个大夏都不过无指之数，据说是一次性消耗法宝，他竟舍得在此处动用。你们这些人德性窥视，神兽真容，也不枉此生了。受服今天的人都得死，都给我下地狱吧！快来保护老太太！没事。天师，这要死的人里应该不包括我吧？堕了魔的饕餮也配称神兽？是不是饕餮，你试试就知道了。饕餮成天，煞气化形，万灵听令，噬魂夺命。小小邪祟，能奈我何？千年前连你的本体都不敢在我面前造次。真小心！太虚化生，玄影镇邪，连影尽释，万法皆破。阵！这是太虚莲华经记载的9阵道魔阵。天哪，据说这阵法已经消失了500年了。天师，你没事吧？天师，饕餮残魂，经过我10年血祭，一定能发挥神兽本体1/3的实力，居然被你轻易的破了。邪魔歪道，终究上不了正道。千年前是如此，千年后必是如此。去了结你们的因果吧！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本就不该留存于这世间的人，偏要逆天而生，强偷这续来的阳寿，作恶多端，此剑竟会留存于至今。尘归尘，土归土，如今你们在人世间的公道，我已替你们全部讨了回来，怨念都散了吧，快转入轮回，黄泉路上莫回头，来世投胎好人家。你们这是何意啊？老身有眼不识泰山，上仙法力通玄，今日恶可允为，若非上仙在此，宋氏满门怕是难逃灭顶之灾呀！
苏大仙每次都救小女于水深火热之中，苏大仙的大恩大德，宋玉没齿难忘，此生难报。从此以后，苏家上下愿为苏大仙马首是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我纵横江湖数十载，自诩见多识广，现如今见到上仙降妖除魔、味道倾邪的样子，这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通天手段。你我活了半辈子，我才知道自己只是个井底之蛙而已。上仙救命之恩，李家愿请全族之力相报。我谢家愿世代供奉上仙为尊，每年黄金10万两，绝不虚言。寻常琐事也绝不敢劳烦上仙一二，只求上仙在谢家生死存亡之际能垂怜一二。好你个谢昭，当时抢我宋家码头生意也就算了，如今连上仙的主意也敢打了。苏大师，宋家愿世代供奉您，每年供奉您黄金20万两，为您的存真堂搜集世界各类奇珍异宝。但凡上仙所需，宋家必倾尽全力寻来。真一道法通天，多谢真一大救素啊！每次遇险都是真一挡在我们前面，苏小身为您的后人，却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我真是太没用了。起来吧。各位不必行此大礼，今日相逢，皆是前缘注定。除魔卫道是每个修道者的本性，妙真闲云野喝惯了，受不得香火供奉。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婉儿、小儿，宋老夫人，这个是我们存真堂给您的一点贺礼。这里面是18颗千年莲子，均采自于昆仑瑶池，每一颗都蕴含着天地灵气，可延年益寿，保宋家平安顺遂。上仙果然神机妙算，姥姥自幼就喜欢莲花，我当时为其购买莲花钧瑶瓶也是投其所好。上仙肯赏光老身这微不足道的寿宴，你是让宋家蓬荜生辉，如今又救我宋氏母全族于危难。这般贵重的上仙礼物，老身确实是受之有愧呀。老夫人，这是我们纯真堂的一点心意，您德高望重，福泽深厚，正合这个莲子清净之意啊。你是？若是在此堂画像中看到，原来是上仙你呀！哎呀，当年我宋家先祖饱受饥荒，逃难至古灵镇，也是走投无路。当初仙家营救是主办出现，若为上仙赐下那锭金子，又指点先祖去洛阳发展，宋家怎会有今天？老身自幼熟读宋氏仙德录，如今宋家祠堂还供奉着上仙的画像，日日焚香，却不想有也不是真仙，真是老身瞎了眼呐！哎，老夫人，您言重了。当年令祖先手艺精湛，本就该大放异彩，我只不过是顺天意而为，不得受此大礼。此间事情已了，妙真与2个晚辈就先行告辞了。别动，手打直，站住！真一，我真的坚持不住了，这比大学体育都累啊！对呀，哪有人一上来就差半个时辰马步的？这哪是修炼，分明就是折磨！你们连这点苦都受不得，日后遇到强敌如何？古人有闻鸡起舞，而我这一脉的太阴玄经最适合在月华最盛的时候修炼。你们2人闭目凝神，吐气如春蚕吐丝，纳气似长鲸饮海，试着感受一下月华之力。
我感受到月华之力了，我也是。家人们，这个可是正儿八经的元代至正年间青花云龙纹瓶，今天在直播间不要8000万，也不要800万，只要888888就能把它带回家啦。今日下单的顾客再送上好的紫檀底座。纯真堂出品，必属精品。四小姐，这太破费了，您不用。这瓶子我要，谁都别跟我抢！多谢李先生。真姨，太好了，有您在，我们这个月赚了好多钱。明年的房租终于也能续上了。你们一个直播带货，一个精打细算，同样功不可没。嗨，我们两个哪能跟您比呀？要不是您，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上。对了，今天早上宋小姐送了好多东西来，您为什么全退回去了呀？我帮他们本就不是为了钱财，钱财易得，缘分难求。世间万物皆因一个缘字而起，今天得遇宋家后人，便是前生注定的缘分，我怎能不相助一程？有客人来了。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叫苏妙珍的，给老子顶下！谁是苏妙珍？这个魔也是你能上的？挺厉害呀！别就只吃罚酒吧，别怪老子不客气了。呀，有两下子！今天老子不弄死你，我就不姓孙，给我上！既然已经来了，陈老板为何躲在暗处做个鼠辈？阁下让这些蝼蚁出来应对，真当我存真堂无人了吗？哎呀，不愧是苏大师，果然料事如神呐！陈松海，怎么又是你？陈松海，你带着一群地痞流氓到我存真堂闹事，究竟意欲何为？我自认为我陈某人没有得罪过众位，可是苏大师你呢？几次三番破坏我珍宝阁的生意，甚至还在宋家的寿宴上侮辱我和我的儿子，让我陈家颜面尽失。你该不会以为这件事这么好，那你打算如何解决呢？简单。珍妮小心！我还以为他有枪呢，吓死我了。 5日后是大夏地下拍卖会在洛城举办的日子，届时各界的珍宝大师还有品牌商号都会到场。这次规则很特殊，没有预产，全凭眼力。所有的拍品当场竞拍，并且由专家评估价格。所有人只要本金能够翻得最多者，可以得到10亿奖金。 而这次我打算用我珍宝阁25家商号做抵押，来向你存真阁发起赌斗，输的永远退出古玩界。苏大师，你可敢接？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就是我们才不好。我接下你赌斗。哈哈哈哈！苏大师大气，但口说无凭。 这是协议，请苏大师过目。请吧。这里是请柬。 5日后，我在地下拍卖会恭候大家。
珍姨，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呀？这个陈松凯一看就是有备而来，这肯定是针对我们存真堂的陷阱。既然他想玩，那就陪他玩大。哇，好多古玩界的泰山北斗都来了！天哪，原来是国博的古大师，没想到连他都来了。哎呀，声音小一点，免得别人觉得我们没见过世面。原来是存真堂的苏大师，这是会场的规则手册，请收好。会场在内厅，直走就好了。那咱们也，苏大师，哎呀，您果然信守承诺，准时来赴约了。一言既出，金玉不移。陈老板，您身边这位是？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东瀛的鉴宝世家田中先生。他听闻这次我们大夏地下的鉴宝会非常的激烈，所以特此前来一观。东瀛鉴宝术大大的好，大夏的鉴宝不行。田中可是东瀛鉴宝界的魁首，有东瀛神隐之称。苏妙真，看你这次怎么跟我斗！东瀛的鉴宝术再精，也不过是食人牙慧。大夏底蕴千年，岂是你这种人能当家评判？你，哎呀，天啊，那是莫生气。苏大师，我们还有朋友要见，就先行一步。苏大师，请。这个田中号称东瀛神眼，无论什么东西都能一眼辨认时代真伪。这个陈松海果真是有备而来。是啊，听说田中曾和9个鉴宝大师斗宝，都能不落下风。我们这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吧，咱们该入席了。苏大师，按照本次拍卖会的规则，需预先缴纳保证金，最低为500万元。账户上的可用资金还有多少？宋小姐上次给了1亿，加上这段时间的直播收入，差不多有1亿5千万，都装进去。珍姨啊，全装进去的话，纯真堂账上可就一分不剩了。我会做那种没有把握的事儿吗？前上坤下，地天泰卦，大吉之兆。苏婉，你个小守财奴，珍姨什么时候会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儿了？再说了，要是真的赔光了呀，我陪你一起去接管卖艺去。好。都转过去了。苏大师，这是您的号码牌355号，请收好。好数字啊，3财5常，正合天道。苏大师，不知道您充了多少保真金啊？我可听说了，这次拍卖会有不少重宝，每一件最少都得500万。我们充了多少关你什么事儿？陈先生，您怎么支付保证金？我这个卡里有5个亿，密码1234566，若是不够，田中先生家族的财团可以随时给我追加保证金。这是您的号牌888号，请收好。哦，888，一路发，好兆头，好兆头。凭什么我们是355号，他们呢888？明明是按顺序发的。对呀，这根本就不公平。陈先生是我们地下商会的 VIP。无妨，拍卖考的是眼力，待会儿且看谁能护眼识珠。女士们、先生们，大夏第50届地下拍卖会现在开始。这次我可是准备充分，带足了整整2个亿的保证金啊！
老兄，你怕是搞不清楚今天这场合的分量。看见没？这边的是周氏珠宝的掌门人，你那2个亿，怕是不太够。本次拍卖会规则和往届一样，最低保证金500万，上不封顶。拍卖结束后，所有拍品将由现场专家进行鉴定，最终本金翻倍率最高者可独享10亿奖金。为庆祝地下拍卖会成立50周年华诞，本次拍卖会特别推出重磅环节——翡翠赌石。翡翠赌石，据于洪志记载，玉不抛不知其贵，赌石之道已流传千年。小小顽石竟蕴藏着千年造化，有意思。来宾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有请黄佩莹黄大师。这位是黄佩莹黄大师，珠宝鉴定协会终身名誉主席，苏富比翡翠专场的首席顾问。本次拍卖会，我们所有的原石将进行现场切割，并由黄大师当场鉴定。连黄大师都请过来了，这次拍卖会看来我们来对了。看来主办方这次真的下了血本。听说黄大师只参加碎布品，从不参加任何拍卖会。好的，废话不多说，这一件是我们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产自缅甸内比都的一块原石。还是老规矩，只可远观，不可触碰。起拍价5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陈老师，这赌石您看，包在我身上。东瀛鉴宝术，万物可见。哎呀，那就仰仗大师您了。哎呀，看到没有？这就是田中家族祖传的鉴宝技。真正的鉴宝之术，何须借助这种外物？60万，70万。真爷，我们真的不参加竞比吗？我看那件原石成品，我们不参加。90万，100万。蟒带走蛇形，松花带春色。别看这石头其貌不扬，内里别有洞天，必出高品种翡翠。是110万，180万，我出180万，18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180万第一次，180万第二次，18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888号获得我们的第一件拍品。好，接下来我们将现场切割这一块原石，开，马上开，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高品种翡翠。高品种？不可能吧？以我玩赌石20年的经验，这种皮壳的石头能开出糯种就已经顶天了，超过150万根本不值，还高品种，痴人说梦。小小，你说别说话，安静。黄大师，主持人，切割已完成。诸位贵宾，第一块原石切割已完成。好，请拍卖助理将原石放至台前，由黄大师进行现场鉴定。什么？竟然真的开出高品种？这不可能！这种皮壳的石头怎么能开出冰种品质的翡翠？我就说啊，连拍卖都不敢，还配叫大师？陈老板，你未免也太着急了吧？拍卖场上从来都不是一时的风光，而是要看最后的收益倍率。陈大师，多亏有你。东瀛鉴宝术的厉害，岂是一般人懂的？是。好，请黄大师鉴定。
这是典型的老坑高冰种翡翠，玻璃光泽明显，种老肉细，略微有一点棉絮，水头足有3寸，只可惜有一道龙脊裂贯穿核心，市场价值约500万。哎呀，500万，也就是说，我180万的成本，转眼间就翻了2倍有余啊！没错，陈先生目前收益率暂列第一，2.7倍的翻倍率。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本场结束收益率最高者将独享10亿大奖。龙老师，我要是拿到这10亿，就与您一人分享。我自会尽力。好，接下来第2块原石。这是缅甸魔港老坑的黑乌沙，去年公益牌上开出类似的石头，开出了价值3个亿的帝王绿啊！起拍价1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0万。现在开始竞拍。1200万，1400万，1800万。看着你挺多钱。这一年，这块石头真的能开出帝王绿吗？能不能开出来，只有切开之后才知道。大师，这个真能开出帝王绿，如果能开出来的话，那咱可就发了呀！2500万，2700万，3000万。这如果是帝王绿，3500万，4000万，4200万，我出4200万。看来诸位对这块原石是志在必得啊！5000万，花5000万赌一块石头，疯了！是，5000万在市中心都能买一套房了。888号出价5000万，还有更高的出价吗？陈爷，我们不出价吗？赌石之道不在于争一时之气，10亿大奖比的是贝鲁，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5000万第1次，5000万第2次，5000万第3次，成交！恭喜888号获得第2件拍品。我看还有谁？花5000万买块石头，真不会是陈外哥的陈老板果然财大气粗啊！主持人，现在把这块石头打开，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慧眼识珠。好，现在请拍卖助理切开这一块原石。这居然真的是帝王绿！古人云：“一绿抵万金。”陈老板，您这是赚发了呀！他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就这一道帝王绿，就算车成珠子，每一颗都可以价值100万。黄老师，你还等着干什么？赶快估价，让他们长长见识。看来陈老板今天是势如破竹啊，连续2块石头都开出了极品，很有可能获得今天的10亿大奖。下面有请黄大师为其估价。这块老坑黑乌沙所出的玉料，实属罕见呀！切出了这块羊脂白玉，这玉质已达冰晶血魄之境，肉质细腻，堪称极品啊！翡翠的行话，宁买1线绿，不买1块白。这中间这道帝王玉啊，更是难得呀！翡翠以绿为尊，虽说这绿啊只是初级，但车出珠子每一颗价值都在500万以上。陈先生此时呀，当得起翠微方寸，贵比连城之玉啊！黄大师，那依你所见，这块料子值多少？上个月缅甸公盘1块仅2/3的白底青啊，拍出了
8000万的天价，而这一块老坑黑乌沙的种水，比那块白底青啊还老上4分，保守估值1亿以上。1个亿？什么？1个亿？如果我再坚持一下，这帝王绿就是我的了。看来这10亿大奖是我的了，我看你们怎么跟我斗！我没记错的话，此次拍卖我们是以本金翻倍的倍率作为评判标准。陈老板，您是不是高兴得太早？陈老板今天第一次拍卖将本金翻了2.7倍，第二次翻了2倍，综合2次起来翻了足足有2倍有余，目前占据全场第一。各位贵宾要加油了！接下来是第3件拍品，原石1块。这第3件石头怎么看着如此之小啊？主持人，这原石产自哪里啊？产地未知，皮革粗糙，颜色发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第3块原石起拍价5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现在开始竞拍。前2块原石都出了极品，这第3块啊，我觉得明显是在坑人。天哪，大师，您看这块小石头，咱们黑掉一块，没有价值啊。如果3分钟内无人出价，本次拍品将会流拍。真爷，我们要500万。355号在倒计时最后1秒钟出价500万，恭喜355号获得第3件拍品。哎呀，500万买一个小小的鹅卵石，还得是苏大师大气。这石头还没我拳头大，皮壳又厚，怎么看都是血本无归啊！真爷，这块石头真的能开出好东西吗？看着一点都不起眼。往往最不起眼的石头里，反而别有洞天。相信真爷，真爷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好，请拍卖助理切开这一块原石。什么？这居然是蚌里藏珠翠沙胧月！帝王绿，极品中的极品，又是帝王绿。真爷，你看，真爷，什么是蚌里藏珠翠沙胧月啊？蚌里藏珠指的是有些顽石，外表粗粝，内藏乾坤；翠沙胧月指的是极品帝王绿矿脉，经过亿万年的孕育出的一丝天地精华。翠沙胧月上一次现世已是1000年之前，没想到我居然还能得见这一奇果，此生无憾。天哪，大师，你不知道这块石头是块废料吗？哎呀，我没有将我的鉴宝珠全部施展，只是一次失误罢了。诸位贵宾，今日这一场拍卖会必将载入史册，连开3块石头，连出3件稀世珍品，尤其是这一件更是坝中藏珠翠沙胧月。接下来有请黄大师为这块原石定价。这蚌里藏珠翠沙胧月，当得起宋徽宗宣和玉璞所载，1寸山河1寸金之玉啊！这翡翠之金啊，更是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延年益寿良药。传说呀，秦始皇命徐福去海上寻找长生不老药，那其中就有翡翠之金。这样的天地名物呀，价值无法估量。黄大师，今天这场拍卖会是以本金翻倍率决定胜负的。如果非要估价的话，这翠沙胧月呀，价值在5亿元以上。5亿？什么？本金500万，这等于整整翻了100倍啊！真爷，您真是太厉害了！我就说吧，真爷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赌石常理，10赌9瞎。赌石之道，1要眼力，2要胆识，3要加良金，助于锋刃。
目前355号苏大师的本金翻倍率位于全场第一，100倍，这我们普通人怎么比啊？你们是哪家商行？我们是纯真堂，网上也有直播间呢。哦，就是你们打假王家和刘文东的吧？我听宋家人说过，难怪眼光如此独到，我这就掏出手机关注。各位贵宾，今天的赌石环节已经结束，下面要进行到古玩拍卖环节。规矩依旧是只可远观，不可触摸，盈亏全凭眼力。古玩项目的定价大师是我们的古大师。第一件拍品是，慢着，司妙珍，你纯真堂敢跟我斗宝吗？就用我那2块翡翠赌你的翠沙胧月。斗宝是指双方各派出2名鉴宝师参加，半个小时之内比拼鉴宝的数量和准度，胜者可以获得对方的彩头。那2个石头加起来才1亿多，这一的翠沙胧月可价值5个亿呢，这根本就不……我们接受你的斗宝。小儿，你学习鉴宝之术至今多久？我从13岁开始学习，已经学了14年了。好，那这头阵便由你替纯真堂打吧。第2场，我会亲自会会他。小儿，你这是怕了？真因有令，晚辈自当遵从。只是这陈松海入古董行已经30多年，这田中又有东瀛神眼之称，只怕……你别担心，放心去做，全当历练。就算输了这块翠沙胧月，让给他们又如何？陈老板，这第1场就由我这晚辈和你较量1、2，第2场我会亲自会会这位东瀛神眼。大夏鉴宝术不过如此，东瀛鉴宝术才是真正的鉴宝术。大夏鉴宝术的玄妙之处，你很快便会领教到。自商周青铜变伪到汉唐古玉断代，我大夏的鉴宝术传承1000年，可不是你东瀛小国能窥其项背。陈老板出身于古董世家，自幼学习鉴宝，5岁识玉器，7岁见字画。这小姑娘年纪轻轻，怎么比得过陈老板？你可知道，去年京都那场斗宝大会，这田中同时与9位鉴宝大师斗法都未落下风。纯真堂这次怕是难了。顾大师，纯真堂和我珍宝阁已经达成赌约，还劳烦您准备场地。双方既已立约，我们拍卖会自会准备鉴宝台。诸位贵宾，本次斗宝共2场，每场比试限时半小时，所有比试用古董均由拍卖会提供，真伪难辨，全凭眼力。第1场斗宝现在开始。青天右兵裂纹3足炉，这釉色如雨过晴天，冰裂纹就犹如蝉翼，此物为宋代汝窑一针。正确。珐琅彩白紫篆新瓶，大清雍正年制，6字篆书青花款，色彩明艳，做工精细，刻画的栩栩如生，应该是宫廷造办处督造的极品。正确。东汉海马葡萄纹铜镜，这黑漆古包浆醇厚，铜锈层次分明，两边有波斯银制工艺，为未央宫流出的御用之物。正确。陈老板这眼力真是绝了，连汉代的黑漆鼓都能一眼断代。小小，你要加油啊！输了5亿可就没了。明代紫檀松烟笔筒，游丝毛雕工艺，包匠温润如玉，鉴定为正品。正确。此物为文兰纹眉瓶，兰釉堆积如雪，开片自然天成，开骨纯正，为盛唐佳品。而此物为北宋犀角夜光杯，形如明月，色如琥珀，实为真品。正确。已经过去13分钟，目前比分为
存真堂2件，珍宝阁4件。元代端溪老坑明月宴，入手沉重。等等，这烟台不对，这烟台残留的墨字用的是七烟墨掺着鱼胶的配方，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而元代根本就还没有这种制墨工艺。看这墨字渗透的纹路，这分明就是清光绪年间的仿制。连拍卖会的收藏品都敢质疑，你这个黄毛小丫头！这砚台确实是仿制的赝品，正确。唐代鎏金铜佛坐像，战国汉代鱼带钩，北宋定窑白釉刻花碗，正确。元代朱漆纹龙纹香，南宋缂丝花鸟图挂轴，这商代青铜饕餮纹方尊，仿清代玉雕灵芝如玉。还有最后3秒钟。宣德年间青花海水云龙大盘，正确。时间到，可以看到双方鉴宝师状况非常激烈啊。那么存真堂和珍宝阁斗宝的第1轮结果是，存真堂和珍宝阁的第1场结果为10比10。太好了，小小居然跟陈思海这个老狐狸打了个平手。我的老天台，陈老板在古玩界混了30年，竟然被这么一个黄毛丫头给逼平了。这丫头什么来头？该不会是哪个隐士家族的传人吧？真是后生可畏呀！不知小姑娘师承何处啊？我从小跟家人学习鉴宝，这段时间直播卖古董，真一教给了我很多鉴定的知识。多谢正义提携晚辈，赶快起来，不必多礼，我只是指点你了一二，是你自己有疑心。李大师，剩下的就看你了。第2场斗宝啊，由存真堂的苏大师和号称东瀛神野的田中先生对比。苏大师刚才贡献了一场极品翡翠翠纱龙月，而田中先生曾与9位鉴宝师斗宝不落下风。由于他们第1场打平，第2场究竟谁能够获胜，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第2场斗宝现在开始。第2场斗宝现在开始。好一招隔空球！存真堂的苏大师看来也是修士啊。清康熙铜胎花鸟鼻烟壶，金铜为胎，釉面宝光内敛，其颜色晕染自然。只可惜底部有一道修补痕，大约为民国年间修补。正确。兽面纹中，鸡骨白青色入骨，阴刻线如游丝，断定为新石器时代。正确。乾隆年间山水人物石雕，通体采用多层雕刻技法，拉丝痕历历可见，人物衣纹如曹衣出水，当为御书房专用。正确。唐三彩骆驼釉所用陶胎是典型唐代特色，开片细密自然，尺寸协调，当属良辰地区烧制的精品名器。正确。明代竹根雕寿星百件，取自百年老竹根为材，采用圆雕和镂雕的技法相结合，底部竹根虚角处理巧妙，保留天然形态，刀工浑厚古朴，属嘉定派竹雕代表之作。正确。这真是太厉害了！金朝磁州黑花梅瓶，胎质坚硬，釉色白中泛黄，彩绘笔法线条流畅，层次分明，
具有北方民谣的艺术特色。眼力不错。且慢，这个瓶子有问题。苏大师此言差矣，拍卖会的每件藏品都记录在册，有多位师傅长眼，请问这件梅瓶哪里有问题？我看某些人是害怕输，故意拖延时间吧。这地下拍卖会可是龙爷的场子，竟然质疑龙爷的藏品，我看你是不要命了吧？真一说有问题，就一定有问题。小小，你觉得呢？这个瓶子的成色的确有点问题。请给我一杯水。他居然敢破坏拍卖会的藏品！真品磁州窑用的是矿物彩，遇水即沉，而这梅瓶的釉色遇水就开始溶解。现代的化学颜料什么时候跑到金朝的瓷器上去？真一说的对，正品的磁州窑纹饰飘逸，而假的磁州窑纹饰呆板凝滞，这分明就是仿制的。顾大师，他说的是真的吗？苏大师慧眼如炬，是老夫眼拙了。慢着！目前场上比分为9比9，比赛继续。唐代错金银龙纹手柄，龙纹线条流畅，鳞片整齐，工艺精湛，削铁如泥，应当为皇室御赐之物。大明嘉庆五彩大罐，胎底为火石红，釉上材料呈蛤蜊光，保存完好，为景德镇御窑厂烧制。明代德化白瓷观音像，观音开脸，丰腴端庄，衣纹流畅自然，底部呈现糯米胎质感，通体湿釉均匀，当为明代何朝宗一脉的传世精品。正确。金石录补遗，宋代赵明诚所写，字体不韵，墨色如漆，只是纸张略微有些风化，鉴定为真。本场盗把还剩最后3分钟，这样鉴定未免也太慢了些。这存珍堂的苏大师是疯了吗？把这么多古董都给毁了！是啊，这简直是暴殄天物，我看了都可惜。苏大师，您这般回忆藏品，是要与整个古玩界为敌吗？顾大师，他故意毁了藏品，你可以判我们赢了吧？木雕彩绘菩萨像，玳瑁贝壳梳妆盒，镂空香薰炉，剔红牡丹纹盘，古物盘龙壁，青花缠枝瓶，蝴蝶将军冠，这些全部都是赝品。商朝玄玉蝉佩，西周幽篁编钟，春秋朱漆卧龙像，西汉清代博山炉，东汉赤壁画像砖，唐朝紫斑骨，北宋雨过天晴笔洗，南宋墨鱼笔山，宣德雪花蓝釉壶，乾隆洋彩万花瓶。剩下的这些才是得以传世的珍宝。所谓鉴宝，其本质就是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其虚妄，见其真章。赝品如若继续留存于世，只会混淆视听，让真正的瑰宝蒙羞。当年我创立存真堂，便是为了在这鱼龙混杂的古玩行里，为珍品守住一方净土。太好了，这一说的太好了，那2块翡翠是我们的了。好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老夫对苏大师的初心十分钦佩。苏大师毁掉的这些古董，确实是赝品，剩下的这些才是真品。我宣布，此次斗宝，存真堂赢。本次斗宝存真堂获胜。按照规则，获得的彩头将会寄托在存真堂的名下。
如果早点拿出鉴宝金就好了。2块翡翠加起来不过1个亿，好戏还在后面呢。各位贵宾，斗宝环节已经结束，下面正式进行古玩拍卖。第1件拍品是九鼎龙脉图。什么？九鼎龙脉图就是传说中秦始皇记录大夏地理风水的宝图。据说里面还标注了秦始皇陵的位置。此等宝物，我田中家族要定了。秦始皇陵价值岂止10亿，如果有了九鼎龙脉图，汉和历代王陵易如反掌。就算拿了11件金肉神火，真正的大奖在这儿。哎呀，主持人，别浪费时间了，直接开始竞拍吧。九鼎龙脉图起拍价5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6000万，7000万，1个亿，1亿2千万，1亿3千万，1亿5千万，2亿。怎么办啊，真宇？我们带的保证金只有1亿5千万。主持人，点天灯。点天灯？上次在拍卖会上点天灯的时候，可是20年前的事儿了。找到了，点天灯既表示无限更价，直到保证金耗尽。若有2方斗灯，拍艺者将没收保证金，并永久列入行业黑名单。苏大师，你在我们拍卖会的保证金已经耗尽了。不就是点天灯吗？我跟，就你那点保证金，我看你跟我怎么耗。点天灯是豪赌中的豪赌，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火，稍有不慎就会被烧得尸骨无存，而2家斗灯必有一方重伤。哦，为什么这么说？若是有人要执意违约呢？2家斗灯便意味着拍卖行将获得双方的保证金，胜出的一方还好，无力承担天价的一方，有时是倾家荡产，有时是断手断脚，只有拍卖行坐收渔翁之利。多少富商曾因一时意气点下天灯，最终落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这是龙爷的场子，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违约，一旦点灯，便意味着不死不休。主持人，我用刚刚斗宝获得的2块翡翠和翠纱龙月用来抵押。拍卖规则手册第72条写道，当保证金消耗完，拍卖双方可用抵押物折算成保证金。翠纱龙月乃稀世珍宝，你竟然拿来做抵押？苏大师好魄力，居然将刚获得的3件拍品全都抵押了出去。经鉴定，2块翡翠加翠纱冷月可折算保证金6亿0500万。拍卖继续开始。我出8亿。现在5号出了8亿。点灯的2位，你们的保证金已经燃尽了。もしもし、私は中さん、住倉入りください。严总裁判要追加保证金50亿。50亿！田中先生，你真是太厉害了！这次我看你们怎么和我斗。田中先生，您说的50亿是大夏币还是东瀛币啊？自然是大夏币。密码16个8。刚刚田中先生确认追加50亿，这也是我们拍卖会历史上最高的一笔保证金呢。我出80亿，用周氏珠宝的股份做抵押。什么？是周氏珠宝的掌门人周小姐？港老的周小姐出手了。80亿，再一次打破了我们拍卖会历史上的最高保证金。周小姐，您确定吗？各位同仁，九鼎龙脉图是我大夏国宝，岂能流落东瀛外邦？身为大夏儿女，我今日就是倾尽周氏所有家产，也绝不让国宝流落东瀛。这是我周氏珠宝的股权证明，价值80亿。说的太对了。好一个大夏儿女！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身为大夏的子民，理应守护好大好河山。《礼记》有云：“玉帛钟鼓，国之重器。”
更何况九鼎龙脉图承载着大夏龙脉的气运，岂能落到外邦人手里？周氏珠宝的周小姐也太有魄力了。经鉴定，周氏珠宝股权证明价值80亿，可折合保证金80亿。现在666号周小姐出了80亿，占据全场最高。我决定用珍宝阁25家分号做抵押。去年有外国商人出价50亿买我的珍宝阁，我没舍得卖，那是因为我珍宝阁的铺面每一个都是1等1的好铺。现在它的价值绝对超过50亿。这些铺面都是民国以前的建筑，有些甚至是明清的建筑，的确值保证金50亿。田中先生50亿，再加上陈老板的50亿，888号保证金高达100亿，超过了666号周小姐的80亿。苏大师，你的保证金现在都耗完了，你还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呢？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你存真堂的铺子可都是租的呀？啊？任一，实在不行，跟家人们商量一下，把家里的房子拿来做抵押。对呀，我和苏婉虽然没有什么积蓄，但家里的房子还是可以抵押个几百万的。傻丫头，你们的好意心领，守护国宝不是一时义气，而是这份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至理之心。700万的房子，我没有听错吧？你拿什么跟我玩？如果你再交不上保证金，小心你的手和脚！谁说苏大师拿不出拍卖保证金？是谁说苏大师拿不出拍卖保证金？洛城3大家族：宋家、谢家和李家。是宋姐姐，宋小姐，我们在这儿。苏大师，玉儿来迟了。苏大师，谢昭来迟了。苏大师，雨亮来迟。洛城3大家族的掌门人竟对他之弟子礼。我听手下的人说，竟敢有人在地下拍卖会对您不敬，真是大胆。无妨，我与陈老板点天灯本就是一时兴起，没想到竟然棋差一招啊！苏大师，我们苏氏一族的命全都是您救的。我宋玉愿用宋家所有家产作为抵押，作为苏大师的拍卖保证金。我谢昭愿以谢家所有企业作为抵押。我李亮愿以李家所有资产作为抵押，作为苏大师的拍卖保证金。宋家作为洛城3大家族之首，最近又通并了京东王家的产业，市值估计近1000亿了吧？谢家和李家也有100亿市值，那苏大师的保证金岂不是1000亿了？千亿保证金，这在我们拍卖会历史上简直前所未闻啊！这不合规矩！是谁在我龙啸天的地盘上坏规矩？老爷，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这洛城的3大家族公然破坏拍卖会的规矩。他们私自给存真堂存保证金，这分明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啊！竟有这种事儿！龙爷生平可是最痛恨破坏拍卖场规矩的人啊！可是江州省的地下皇帝，洛城3大家族怕是……龙爷，宋世子，我听闻你带着谢家和李家在拍卖会上违规，给人增加保证金。你是不是太不把我龙啸天看在眼里了？今日我龙啸天给你个面子，东西和保证金留下，人你可以带走。保证金可以留下，
但九鼎龙脉图必须归苏大师。龙啸天，你给我听好了，这洛城是宋家的地盘，在洛城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平日里尊称你一声龙爷，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敢为难苏大师，你们拍卖行在洛城都立不了足。敢在洛城耀武扬威，你分明就没把三大家族放在眼里啊！三大家族竟然这么给龙爷说话，这洛城三大家族怕是疯了不成？好，看来这洛城该变天了。这是前土山河杖，你祖上可是龙离那丫头？是。龙离第29代子孙拜见师尊。龙离是我的记名弟子，他为了求这个前土山河杖，在我的洞府前跪了一整晚。师尊明鉴。当年师祖琉璃的修为已达元婴巅峰，一身前途诀修炼的出神入化，可惜最终无缘飞升。师祖入化前叮嘱后人，一定要将这个前途山河杖归还给苏师尊。这些年荣家后人寻遍大江南北，都未寻得师尊踪迹，想不到龙啸天得以归还，此生无憾。痴儿。如今，这前土山河杖对我来说已无用处，还是留给你们龙家吧。谢师尊赐宝。起来吧。方才我观这手册上似乎并未写明不能由他人追加保证金，那这九鼎龙脉图，这九鼎龙脉图乃师祖从一处秘境中获得，师尊想要尽管拿去。这前途山河杖曾帮助师祖数次击退强敌，师祖作化后留下许多天才地宝，今日得见师尊，我龙家愿倾尽所有，想必师祖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干什么？大杀人，我记住你了。是异鬼化形之术，跑得太快了。今年地下拍卖会大奖的得主是355号的苏大师，让我们掌声恭喜苏大师！恭喜师尊出关，启禀师尊，人界的张天福师弟元神灯灭了。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死无可死，我死无不会放过你们的！我正是九转涅槃的关键之时，待我神功大成，地上那伤我徒儿之人灰飞烟灭。真仪那收账的姿势，唰了一下，简直帅炸了！你是没看到龙啸天当时的表情，比川剧变脸还精彩。洛城因果已了，为师外出游历一番，太阴玄金每日需修满3个周天，切记不可荒废。苏妙真亲戚，老板，我找3位专家已经鉴定过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元代真品。
你这分明是在坑人！胡说八道！这瓶子是我曾爷爷当年从宫里带出来的，传了4代人。我王老五在这条街上做了30年生意，从来不卖假货。先生，这个瓶子可否容我一观？